Hello，朋友們，歡迎翻到嚟我嘅 channel 啊！如果10年前我就有用記賬 app 嘅話，我諗記低嘅好多都係嗰啲令我睇落過得好好嘅消費記錄，為咗面啊、社會認同去碌嘅卡買嘅嘢啦，報復式嘅旅行或者係唔夠膽開口嘅拒絕。當年嘅我，以下呢個畫面可能係常態。依家呢啲嘢一早已經唔喺我生活裏面，而家都更加識得同錢去相處。就算呢幾年做自由工作，收入唔係話每個月都咁穩定咁多，都好少會再焦慮錢唔夠使嘅問題。今日就想分享一下，當年我仲未識得帶住意識去買嘢去過生活嘅時候，交過啲乜嘢學費。我係 Kristen，咁就開始啦。好味嘅麥茶。20零歲啱啱出社會嘅嗰陣時，都仲未會因為整到好食嘅早餐而滿足，總係向外去尋找一種身份認同，覺得身上面着啲咩嘢，手裏面拎啲咩，面上面用啲咩，就代表我係邊個啦。慾望係我哋同自己簽落嘅不快樂契約啊嘛。我當時就係簽咗太多呢啲契約，只係為咗換取其他人根本可能留意都冇留意到嘅嘢，俾一大筆錢去整頭啦，或者買啲嗰陣時對於份量嚟講會好吃力嘅，唔應該勉強afford 嘅衫啊、化妝品等等，仲有就係為咗顯示自己融入到返工嘅圈子，去一啲根本可能就唔想成日都去嘅聚會飯局，因為嗰陣時睇到嘅每一個人都係咁樣做，咁就覺得自己冇得揀啦，都係咁樣做。塊面啊、面子同埋外在身份認同，可能真係最貴之一，但係又冇咩實質價值嘅支出啦。為咗面，為咗滿足我嘅外貌焦慮，但係嗰陣時份量又唔夠，成日買啲好貴嘅嘢喎，於是買咧就好多快時尚啊，或者係平價嘅生活用品，結果因為唔襟用啦，或者唔係真心中意，用兩用就掉咗，又買個新嘅翻嚟啦，反而造成更加多嘅浪費同埋重複購買呢樣嘢。嗰幾年不停去網購啦，講緊嘅嘢單價可能100蚊都唔夠嘅，但係一年咧都會買到幾萬蚊嘅嘢。嗰陣時買嘅嘢究竟有啲咩？而家係有 keep 到嘅咧，我真係諗唔到。依家嘅心態就更加偏向帶住意識咁樣去買得少啲，但係買得好啲。雖然買嘅嘢單價普遍係高咗，但係就可以長久咁樣去用佢啦。用佢嘅時候咧，都可以帶俾我更加持久嘅幸福感。當然話嗰個單價係貴咗嘅，但係又唔係真係好貴天價咁樣，都要問咗自己覺得係值得啊，或者會用好耐啊先至 OK。記得以前將旅行當做逃避生活嘅出口嘅時候咧，一有機會去旅行就要瘋狂買。唔單止係旅途嘅時候買喎，係講緊出發之前就喺香港就已經要消費。例如要染翻靚個頭啦，set 翻靚個頭，要買好多靚衫去打卡。其實平時係唔會着嘅嗰個 style，去旅行着一次翻嚟唔會再着噶啦。之前睇過 YouTuber 末陽子一條片咧，入邊有個觀點，佢係講到家居嘅睡衣啦，即係我哋好多人通常屋企着嘅睡衣同出街衫係會唔同噶嘛。睡衣可能通常就着啲已經鬆晒啊，或者係爆線啊、歪咗嘅 T 恤啦。咁但係佢咧就覺得點解喺屋企一定要係醜樣啲咧？一定要着醜樣嘅衫咧？點解唔可以都着出街衫喺屋企瞓覺咧？其實將佢呢個觀點套翻落去旅行度都一樣。點解旅行着嘅衫係要特別靚啲咧？係咪代表我哋平時着嘅衫唔靚咧？咁唔靚點解要着咧？係咪一種屈就自己咧？同埋就算冇一啲好華麗嘅衫，都可以好欣賞自己㗎嘛。自己嘅價值唔會因為你着嘅衫而變得高咗或者低咗，係咪先？以前返工嘅時候都會嘅，有啲情況咧就係、譬如可能某一日咧想化多啲妝嘅，或者想着裙嘅，突然之間即係平時着褲比較多。咁返到公司咧，啲同事同埋上司就會走過嚟問㗎啦。啊，咁靚係咪夜晚去飲啊？咁聽到呢啲就會覺得有少少點解一定係去飲先可以靚咧？或者點解係着裙啊、化濃妝先至係叫靚咧？咁樣諗之後咧，去旅行就唔會特登買一啲一次性嘅衫過到去着。着翻喺香港出街覺得舒服嘅衫，去旅行始終係想放鬆或者想 explore 下
多啲呢一個世界唔同嘅地方、唔同嘅文化，用翻自己平時最舒服嘅狀態去咪得咯。以前有好多開支都係為咗一個外在嘅身份認同，譬如買咗啲貴嘅運動器材啊，成 set 嘅烘焙用品工具啊，甚至係貴價嘅護膚品或者貴價嘅 facial package， 以為買咗嗰啲嘢，擁有咗嗰啲嘢就可以變成嗰個理想中入邊嘅自己。結果呢啲嘢最終好多都係喺屋企鋪陳，或者因為我想要逃避個 hard sell 而浪費咗剩翻落嚟嘅好多套票。後尾睇書接觸到唔同嘅觀點，再加上心態慢慢轉變，先至改變成為一個希望培養咗習慣再買工具嘅人。啱啱攞辭之後嗰排學翻畫畫啦，一開始都係用最 basic 嘅學生水彩盒，去到後嚟真係決定要發展啦，甚至出 products， 確定自己係會喺呢一個領域嗰度深耕落去嘅，先至買咗一啲貴價質素好嘅顏料，覺得咁樣先至係對嗰啲嘢真正尊重。護膚都係一個好好嘅例子，再貴嘅 skincare 同埋 facial 都唔及得有良好嘅生活習慣同埋平衡個壓力咁大幫助，同埋呢啲嘢都係始終要適合自己，貴嘅嘢唔一定啱自己。以前幾萬 package 咁樣買啦，但係返工嘅壓力大到爆炸，情緒長期唔好，又少運動，又夜瞓，做完 facial 都係會爆晒粒粒嘅嗰種感覺咧，真係超級難受，我諗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。睇到嚟呢度嘅你呢，相信都係可以同我深入交流嘅人嚟㗎啦。可以聽我講一啲啲沉重啲嘅話題啊。呢一個呢，其實係我覺得最難學得識嘅一堂課。唔知道大家由細到大接收嘅對於愛嘅定義係啲乜嘢？我被教育嘅呢，最大嘅愛就係錢啦。而呢一種咁大份量嘅愛係需要有回報嘅。因為係親人啊，係屋企人，血濃於水，就算睇落好似唔係咁合理，一啲好似冇盡頭嘅金錢上面嘅幫助付出呢，都係理所當然嘅。你唔俾啊，即係你唔當我係屋企人啦，我就要嬲你啦！依家咁樣，我曾經就係處於一個被索取嘅位置，不停對自己做情緒勒索，即係我會覺得啊，佢係我邊個。我哋係親人嚟嘅，咁我俾佢都好應該啫。就算當下嘅我已經好困難㗎啦，可能個情況，但係就不斷咁樣情緒勒索自己，去到某一個金額之後呢，發現係認清咗個現實啦，應該係話係唔會攞得返嘅。而嗰個金額好似已經係超過咗我本身可以俾到嘅幫助，俾到嘅 support。經過咗一段好長時間嘅咁樣嘅妥協之後呢，我終於自己醒覺啦。或者係長大咗啦，終於識得 say no， 拒絕話我唔得啦，之後成個人鬆晒嘅係。當然我唔係話唔應該幫助親人啊，但係喺能力範圍之下嘅幫，你支援佢係一回事，但係佢自己選擇要行嘅路出咗嚟嘅結果呢，要人幫佢孭飛又係另外一回事喎。即係好似我選擇去做一份收入冇咁穩定嘅自由工作，呢個係我嘅選擇，我自己會負責返。喺生活上面任何唔係關於意外嘅嘢，係因為由於自己做嘅行為啦，自己做嘅選擇而出現嘅某一啲後果，我覺得都係要自己負責返，始終因為嗰啲係你自己嘅選擇嚟㗎嘛。大家有冇睇枷鎖啊？前嗰排因為佢個作者咧受到訪問啦，令到呢本書咧都好多人講。舊年佢出嘅時候我睇咗嘅，佢入邊講嘅嘢咧好適合其實亞洲家庭長大嘅人啊，或者係新一代嘅父母啦，去睇下。佢入邊講到每個人都係要為自己嘅行為去負責翻，就算嗰個係你屋企人，有啲嘢係你自己跟開嘅，你就自己跟翻啦。所以學識咗 say no 係我舊年34歲送俾自己一份最好嘅生日禮物。舊年生日前後先至夠膽作出第一次嘅真係正式嘅拒絕。但好得意喎，又我自從拒絕咗之後啦，雙方嘅關係當然惡劣啦，即刻會變得咁。但係原來嗰種惡劣係短暫性嘅啫，即係可能對方都自己諗下之後，大家嘅關係又慢慢變翻單純啲，而唔係每一次都係講錢咯。呢一個所謂金錢嘅錯誤啦，我都花咗好多年先至識得去揾出一個將我從呢個 loop 入邊解救出嚟嘅方法。
拍呢條片唔係為咗要後悔，而係想 keep 住提醒翻自己，金錢只係工具，我哋嘅時間同埋自由先至係目的。喺20幾歲嘅時候，我將佢當成咗換取一種認同嘅籌碼，後尾慢慢先至學識，有好多錢或者使好多錢去買好多嘢，唔代表一個人真係自由。嗰啲交過嘅學費已經係留咗喺過去嗰度啦。雖然消費已經比嗰陣時少咗好多，但係依家嘅我先至感受到真正嘅自由。咁呢條片嚟到呢度差唔多啦，多謝大家嚟睇啊！希望你哋中意，都想多謝訂咗 Patreon 嘅觀眾朋友們，俾我有更加多嘅機會去分享生活方式俾大家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